无论是糖尿病人还是医生，都只关注人工甜味剂的短期效益，它是零热量、低热量的糖的替代品。近些年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为长期使用人工甜味剂带来了忧虑和担心。那么围绕着人工甜味剂的争议呢日益增多。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先前被忽视的潜在的长期风险呢逐渐的浮出了水面。这些新出现的证据挑战了最初基于简单的逻辑，也就是人工甜味剂能够替代糖，能够控制血糖、控制体重这样的观点，使得对人工甜味剂的评估呢不仅仅在局限于短期效益上。好，糖尿病人能不能使用人工甜味剂？怎么样才能降低嗜糖压力，摆脱对糖的依赖？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下人工甜味剂和糖尿病的话题。什么是人工甜味剂？人工甜味剂呢也被称为非营养性甜味剂或者无糖甜味剂，它是一类低热量或者零热量的糖的替代品。它们的甜度呢非常高，远远高于普通的蔗糖，有的时候高出几百倍到几千倍。虽然它们的热量其实跟普通的蔗糖差不多，但是因为只需要极少的量就能满足人对甜味的需求，所以呢需要的量是很少的，这也是它们低热量或者零热量的原因。常见的人工甜味剂包括阿斯巴甜、糖精、三氯蔗糖、安赛蜜以及各种糖醇，包括赤藓糖醇、木糖醇、山梨醇、甘露醇和麦芽糖醇等等。比如说阿斯巴甜就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非糖甜味剂，它的甜度大概是蔗糖的200倍。糖精呢是另一种非营养性的人工甜味剂，糖精的甜度是普通糖的300-400倍。那以前呢用的非常多，那现在用的呢比较少。糖尿病人能不能使用人工甜味剂呢？那么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需要严格的控制糖分，控制热量的摄入，因此人工甜味剂呢常常被医生推荐。因为人工甜味剂呢它低热量，不直接升高血糖，那这些特点呢很受人们的青睐。它的效益是立竿见影的，短期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它的主要吸引力就在于能够提供甜味的同时呢减少糖和能量的摄入，不会引起血糖水平的快速升高，帮助维持体重，降低心脏病和糖尿病的风险，这是他们受欢迎的原因。但是呢这只是他们好的一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另一面。我们从人工甜味剂引起的血糖效应、胰岛素抵抗、肠道健康、心血管的风险和其他的副作用几个方面了解一下它们的另一面。那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长期的血糖效应和胰岛素抵抗的研究，以及对肠道微生物组和复杂代谢信号通路机制的探索，人们呢对人工甜味剂长期使用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也使得人们对人工甜味剂的评估从短期效益扩展到了长期效益上。血糖效应，就血糖效应来说，它的短期效果很明显，人工甜味剂本身呢并不会立即导致血糖水平升高。有一些研究呢观察到，在摄入人工甜味剂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血糖浓度会逐渐下降，这构成了他们的卖点，也是医生推荐给糖尿病患者使用的重要依据。但是长期研究发现，那些没有任何疾病的试验者里面，如果摄入人工甜味剂，包括三氯蔗糖，会显著增加空腹血糖的水平。那么对于已经血糖偏高的人来说，摄入人工甜味剂，空腹血糖和空腹胰岛素水平呢更高。对于胰岛素抵抗的担忧，胰岛素抵抗是二型糖尿病的核心生理机制。令人担忧的是，有证据表明呢，人工甜味剂可能加剧胰岛素抵抗。有一项印度的研究发现呢，跟不使用人工甜味剂的二型糖尿病患者相比，那些定期食用人工甜味剂的患者，胰岛素抵抗程度更严重。这个研究还发现呢，人工甜味剂的使用年限跟胰岛素抵抗的程度成正相关。人工甜味剂跟肠道微生物组，有很多研究显示呢，在摄入人工甜味剂之后，能够改变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和功能。观察到的变化包括有益菌群的丰度下降，而潜在的致病菌丰度增加。近些年的研究也发现呢，如果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每天都摄入三氯蔗糖，会导致肠道菌群的失衡，那些有害细菌增加，而有益的细菌减少。还有一个方面是减少短链脂肪酸的产生。
短链脂肪酸对人体是有益的，它在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性、调节炎症和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工甜味剂会导致肠道菌群的失调，短链脂肪酸的产量下降。还有一部分人工甜味剂呢，被发现有可能增加肠道的通透性，也就是损伤肠道屏障。那么肠道屏障受损和菌群失调，进而引发炎症，这是导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综合征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样，人工甜味剂跟心血管风险的增加也有关系。法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呢，人工甜味剂的摄入跟心血管疾病总风险的增加有关系。如果每天额外食用一份含有人工甜味剂的饮料，那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 8%。 比如说吃鲜糖醇经常被推荐给糖尿病患者，作为管理血糖和控制热量的首选。但是呢，有研究发现，血液中吃鲜糖醇水平升高跟主要的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而这些人呢，本身就属于心血管事件和血栓形成的高风险人群。其他方面的担心，那么目前的看法就是，所有的这些人工代糖或者人工甜味剂在合理的使用量之内是安全的，没有致癌作用。但是有一些要额外注意的，像阿斯巴甜，它在1965年被发现，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非糖甜味剂。阿斯巴甜每克呢大概有4个卡路里，跟糖的热量相当。阿斯巴甜呢确定的副作用是会加剧一种罕见的遗传疾病，就是苯丙酮尿症。那么有这种病的人呢，他不能正常代谢苯丙氨酸，这是一种氨基酸，他们缺乏分解苯丙氨酸所需的酶，导致苯丙氨酸在体内蓄积。如果不及时治疗，过量的苯丙氨酸会对大脑造成损害，引起智力障碍和其他严重的健康问题。那么阿斯巴甜呢会增加体内苯丙氨酸的水平，因此呢，患有苯丙酮尿症的人呢，应该避免食用含有阿斯巴甜的产品。还有一些研究表明，长期食用阿斯巴甜会增加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包括阿尔茨海默病、脑肿瘤、多发性硬化症和帕金森病。那么也对坐骨神经产生不利的影响。虽然以前有研究呢，把阿斯巴甜跟癌症联系在一起，但是后来呢否定了这种说法。那么现在呢，就是认为呢，只有有限的证据表明阿斯巴甜可能对人类致癌。糖醇，比如说吃鲜糖醇、木糖醇、山梨醇、麦芽糖醇等等，它们本身天然存在于水果或者蔬菜里头，也可以人工生产。甜度呢比糖低，但是热量呢也没有糖那么高，因此不会像糖一样快速引起血糖的升高，所以经常推荐给糖尿病人。但是过量食用糖醇可能会引起胃肠道的不适，比如说胀气啊、腹胀或者腹泻，因为它们在肠道里头不容易完全吸收。最近还有研究显示呢，赤藓糖醇可能跟血栓和心脏的问题有关，但是呢，还需要深入的了解。总的来说呢，人工甜味剂不引起血糖升高，这一个卖点掩盖了可能其潜在的长期危害。那么糖尿病本身是一种慢性的代谢疾病，它的发展受到长期代谢适应的影响。虽然短期的随机实验显示呢，人工甜味剂没有什么害处，但是胰岛素反应的紊乱、肠道菌群的变化以及肠道激素信号的改变是随着时间积累的。仅仅关注急性的血糖反应，可能不能够全面评估人工甜味剂对整体代谢的影响，甚至呢可能产生误导。所以使用人工甜味剂还是要小心。怎样解决嗜糖的问题？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解决嗜糖的问题至关重要。如果对糖没有那么渴望，在很多情况下就可以不使用这些人工甜味剂了。那么我们经常听见有的医生说，糖尿病人这个水果不要吃，那个食物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他不懂血糖负荷，他以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的确，很多人只知道血糖指数，不知道血糖负荷。要控制糖的摄入，一定要把血糖负荷这个工具用好。那血糖指数很好理解，就是食用的食物引起血糖升高的速度。吃完面包、米饭、炸薯条，血糖噌就上去了，我们就说血糖指数很高。血糖负荷呢，指的是这些食物引起血糖升高的程度。像西瓜血糖指数有70多，但是一小杯西瓜它血糖负荷呢只有4。像葡萄干血糖指数呢是50-60，但是一小杯葡萄干它的血糖负荷是28。所以光看一个食物的血糖指数，不看血糖负荷，一点用也没有。新鲜的水果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矿物质、纤维，这些都是糖尿病人需要的。
其次呢，少量食用一点水果，只要在血糖负荷的控制之内，反而能消除他对糖的渴望，他反而对甜食不那么稀罕。所以糖尿病人呢，可以少量的食用新鲜的水果，但是要注意几点。第一呢，要选择血糖指数低的水果，新鲜的水果，不要食用葡萄干之类的果脯。第二呢，要关注血糖负荷，也就是数量，数量呢是一切。一定要食用完整的水果，尽量不要喝果汁，这样对血糖的冲击呢最小。好了，关于人工甜味剂跟高血糖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订阅，欢迎转发和评论，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新视频了。可能某个新话题正是你所关心的。谢谢收看，下次见。